印度空军的苏30战斗机日前飞抵了日本，美日两国则是借此机会好好研究了一把。那么这对我国和俄罗斯来说是否有不利因素？且听虎妞详解。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最近这2天，印度空军的苏30 MKI 战斗机飞赴日本，与驻日美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进行军事交流演练这事儿，在军迷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国内军迷当然关心的是这事儿和咱解放军有没有关系，毕竟印度和日本这2个国家，那都是近段时期以来对华挑衅不断。印度在边境上搞事，被解放军收拾了一顿之后，仍然不怎么老实，还在向边境继续增兵。而日本这边则是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日本右翼高官政客还频频在台海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甚至公然宣称，中国现在已经是日本的威胁。在印日两国如此和中国过不去，接连挑衅的前提下，这2个国家以军事防务为名凑到一起，要是不整点和中国相关的话题，只怕说出去也不大会有人相信。就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事实情况当然也确实如此。首先是印日两国这次的空中力量交流与联合演练，基本可以看作是各怀目的，这一点光从双方出动的机型上就能看得出来。印度空军这边是派出了自家的苏30 MKI 战斗机，而日本空自那边则是调来了 F-16战斗机的日本仿制国产版本 F-2战斗机，这实际上有很强的针对性，可以看作是完全贴近实战需求的一种军事合作交流。首先，印度空军这边的目的是借由日本的 F-2战斗机来了解性能与之类似的巴基斯坦空军 F-16战斗机。作为巴基斯坦空军绝对的主力， F-16战斗机近些年来给巴空军打出的辉煌战果可是不少，远的不说，就说近的。上一次印巴空战中被击落的印度空军米格21战斗机，以及跳伞落地后被巴基斯坦军民生擒的阿比南丹中校，经事后确认就是 F-16战斗机打出来的战果，很是给巴铁扬眉吐气了一把。对于屡次给自己制造麻烦，让自己在国际上丢人的巴基斯坦空军 F-16， 印度空军这边自然是恨得牙痒痒，但凡有机会了要去多了解一下也是很正常的。日本空自这些仿制国产版的 F-2， 在诸多性能和设计上基本都和美制 F-16大差不差，非常接近。借着交流的机会好好摸摸 F-16的底，了解一下怎么对付这型战机，便是印度空军此行的目的。日本空自这边当然也是有自己的小算盘要打，在地理方向以及部署位置上，日本空自是经常能和我国海军岸基航空兵某英雄部队的苏30 MK2 战斗机遇上的。甚至在日本空自的某些作战方案假定里，在南部方向上首先要面对的对手机型就是我国早先从俄罗斯采购的这批苏30 MK2， 这忌惮以及重视程度是可见一斑的。现在日本空自好不容易捞到了接触俄罗斯原产苏30战斗机的机会，虽然此型号上有别，印度人的 MKI 和我国的 MK2 论不同之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有的研究总比没的研究强，毕竟日本人也没得选，拿印度人这苏30 MKI 将就着研究一下，进行战术分析并了解机体性能，是日本空自眼下唯一的选择。但若论实际情况，日本空自拿着印度人的苏30 MKI， 旁敲侧击的想去研究我军的苏30 MK2， 这实际上意义并不大。在我军的苏30系战机引进年代较早，且刚一到位便作为主力连续高强度使用10几年后，余下的服役寿命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在未来数年时间内被新一代国产主力战机换装替代，那也是可以预见到的。所以日本人现在研究俄制苏30，长远来看现实意义并不大。我国自研自产的先进主力战机是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了解不到的。最后虎妞要说的是，其实印度人这次把苏30 MKI 送上门，供日本空自和驻日美军去研究，最应该注意和对此警惕的其实是苏30的原产国俄罗斯自己。苏30系战机时至今日依旧是俄罗斯空天军和海军航空兵的主力机型，现役总数量超过100架，
且仍在持续矿产交付。考虑到现如今的俄乌冲突依旧在持续进行，如果美国方面获取到苏30系战机的详细完整数据，移交给乌克兰并提供信息共享和情报支持，几乎是肯定的。到时候俄军要面对的可就是在战场上被逮住弱点，有针对性的狠揍的问题了。这可是真刀真枪的实战行动，而不是演习对抗。稍有不慎，就会为此付出血的教训和性命代价。